看懂谢薇隐藏的3重身份，就明白他为啥要拉江雪宁一起陪葬了。谢薇的真实身份曝光，众人惊呆，原来她就是20年前平南王举兵谋反时意外活下来的定妃世子。看懂谢薇对燕林和侯爷的付出，就知道她曾经经历过什么。其实燕穆一眼就认出了谢薇是薛定妃，她就是姐姐燕敏的儿子，自己多年未见的外甥啊。20年前，7岁的定妃小世子和母亲燕夫人进宫探望太后，谁知平南王拥兵杀进皇城，没有找到太子和先皇，叛军就捉拿了300个孩子。得知谢薇是假太子时，平南王直接把这些小孩全杀了。在这件事情上，从来就没有什么忠君救主。当年年幼的定妃世子并不是自愿去的，而是为了整个燕氏的安危，他被萧太后胁迫着李代桃僵，去叛军营中送死。这个太后是谢薇的亲姑姑，而薛国公就是谢薇的亲生父亲。为了薛氏的荣华富贵，他们不惜推这个只有7岁的孩子出去顶罪。谢薇的母亲一直不相信她的孩子死了，3个月后悲痛欲绝的燕夫人撒手人寰。可没过多久，薛远就另娶新妇进门了。这个不足7个月就生下来的长女就是薛淑。没想到吧，谢薇的老爹这么卑劣。所以无论前世今生，谢薇发动宫变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娶了太后和薛远的项上人头。曾经那个7岁的孩童，亲眼目睹过300个一同惨死。20多年过去，他被仇恨裹挟着，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怪物。谢薇怕猫，是因为他曾亲眼目睹黑猫吃尸体。他患有离魂症，也是在敌军受到虐待导致的。谢薇还有第3个身份，他从小在平南王手下长大，为了复仇不得不卧薪尝胆，所以化名为杜君山人，假装为王爷效忠。为了保护舅舅燕穆一家，谢薇直接手刃了宫宜城。每到下雪天，谢薇的离魂症就发作了，这个江雪宁亲眼见过，并且不止一次。因为心疼谢薇的经历，所以宁儿甘愿陪在她身边，哪怕谢薇曾说杀了她，要她一起陪葬，宁儿还是会矢志不渝地留在谢薇身边。假如没有那场叛乱，谢薇也可以活在阳光之下，可以无忧无虑地长大。好在重来一世，有宁儿永远陪着她了。重来一世，薛淑为啥要自毁清白爬上龙床？深扒宁安如梦原著发现答案。虽然前世的薛淑也成了皇贵妃，但一切都是名正言顺的。虽然皇帝沈介不怎么喜欢她，可至少不会被世人说闲话。如今重来一世，薛淑做的事要多荒唐有多荒唐。薛淑本是薛国公的长女，就连江雪宁第一次见她时也被惊艳到了。她站在乐阳长公主身边，这通身的气派也只比沈芷衣弱了一丝丝，穿戴打扮都是上乘的蜀锦材质。但是戴在头上的那条妈额就价值不菲，更别说薛淑手腕上的羊脂白玉的手镯了，去给公主伴读的几个官家女子加起来都比不过她的身世。江雪宁是让人看了一眼就会生出嫉妒的长相，可薛淑却是有种天然的金贵之气。原著中对于她的描述是远山眉、丹凤眼、青丝如瀑、香腮似雪，她的长相绝对算明艳动人挂的。可薛淑就是因为心术不正，一步错才步步错了。前妻误以为沈介喜欢江雪宁，所以把她视为头号敌人，用玉如意一案构陷她。所以在公主需要和亲时，江雪宁就以牙还牙，举荐了薛淑代替公主和亲。眼看此事推辞不过，薛淑就兵行险招，爬上了皇帝的龙床。初春的夜晚，寒气湿重，帝王手指虽没碰着肌肤，可行指尖的轻佻却像对着一名姬子一样。薛淑感觉到羞耻，也只能强行压下去。他手指轻轻颤抖，放在自己领口，在沈郎灼灼的注视之下，慢慢将身前金扣解了干净。巍峨处若山峦起伏，低陷处又有婉约启态，饱满处握之不住，心细处又不盈一握。想当初太后对薛淑比自己亲女儿沈芷衣还要好，如今听说她在皇帝床上过了一夜，差点被气到晕厥。薛淑自毁清白免去和亲，
她成了皇帝的妃子，却也彻底抹黑了薛家的脸。自此，薛叔成了京城中人人非议的对象。有了疯批女主，怎么能没疯批男主呢？古装剧中病娇疯批男主大排行，谁才是天花板呢？温润如玉谢少师，心狠手辣谢居安，不疯魔不成活，爱宁儿就是死活都要得到他。目前谢薇是我心中疯批男主第1名。圣人皮囊，魔鬼心肠，原著中的谢薇多疯批，绝对想象不到。谢薇是真疯啊，她偷亲宁儿，被江伯游撞见了，还可以面不改色地说，江大人养不好闺女，不如给了我养吧。看到张遮和宁儿在一起，谢薇嫉妒到发疯，就差把自己和宁儿一起毒死殉情了。独处的时候，谢薇是能亲就亲，能强就强，只有观众想不到的，没有谢薇做不到的。